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才是真正的长寿秘诀？是吃很多补品，每天打卡运动，还是靠好命运气好？其实，有些人活到90岁甚至100岁，靠的不是高级保健品，也不是什么复杂食谱，而是几十年来简单、稳定、有智慧的生活方式。在意大利的撒丁岛、希腊的伊卡利亚、日本的冲绳，还有中国的广西巴马，这些被称为蓝色长寿地带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老人吃得很朴素，但活得很健康。他们吃的是什么？怎么吃？心态又是怎样维持几十年都平稳从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些能活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的老人们，他们在饮食与生活中的古老智慧。我们从3个角度出发：第一，他们都吃些什么？食材。第二，他们怎么吃？习惯。第三，他们为何活得如此从容？心态。长寿不是一味多吃，而是吃得对，吃得慢，吃得安心。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一个部分开始。长寿老人常吃的天然食物到底有哪些？您可能会觉得，那些能活到90几岁、100岁的老人，是不是天天在吃什么特别的补药或稀有食材？其实恰恰相反，他们吃的东西不但不昂贵，反而非常朴素，而且几乎都在我们身边超市就能买到。根据全球多个长寿地区的饮食研究，最常见、最稳定出现在他们食谱中的3类食材就是：第一类，豆类，植物蛋白的长寿主力。在日本冲绳、意大利撒丁岛，乃至中国巴马，豆类都是老人的常见主食之一。黄豆、黑豆、红豆、鹰嘴豆、毛豆，这些豆子不仅便宜、耐储存、易消化，更富含优质植物蛋白、纤维、钾与 B 族维生素。对中老年来说，每天适量摄取豆类，不仅能维持肌肉量、稳定血糖，还可以帮助调节胆固醇，增强肠道菌群。一个冲绳的100岁老人曾说：“我从来不吃牛排，但每天都有豆腐、味增汤。”吃法推荐：黑豆煮粥，毛豆拌凉菜，黄豆炖汤，红豆小份甜汤，不加糖或用红枣代替。关键在于少油、少盐，慢慢吃。第二类，橄榄油，地中海人的长寿黄金。橄榄油被称为液体黄金，在意大利、希腊、伊比利亚这些地区，长寿老人几乎天天都在用它做饭、拌菜、沾面包。为什么橄榄油那么受欢迎？因为它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抗氧化物，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降低发炎反应。更重要的是，橄榄油不像某些植物油一样容易反复高温氧化，它适合低温烹调、凉拌或作为调味油使用，味道清爽，吃得香，又不刺激身体。吃法建议：拌小番茄、黄瓜沙拉，炖菜时最后淋一圈，或者用来炒素菜，蒸鱼后点几滴提味。如果您觉得橄榄油味道不习惯，也可以适当交替使用山茶油、亚麻籽油，同样是健康脂肪，对心脏友好。第三类，发酵食物，肠道的天然调理剂。无论是在韩国、日本，还是云南、四川的农村，长寿老人往往都爱吃一些发酵食物，像味噌、泡菜、酸豆角、纳豆、酱豆腐。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咸菜，
其实对肠道健康有着巨大的益处。发酵食物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和酶类物质，能帮助食物更好的消化，减少腹胀，平衡血糖，甚至增强免疫力，稳定情绪。特别是进入65岁以后，消化能力减弱，肠道菌群变少，适量摄取发酵食品，反而成了调理体质的一种柔性保养。注意，选低盐发酵品，不要吃加工过度或过咸的工业泡菜，自家腌制或天然发酵品更佳。看到这里，您会发现，这些陪伴老人走过几十年的食物，其实不是贵重稀奇的，而是简单、自然、不多不少的饮食哲学。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老人不仅吃得简单，而且越老越健康？其实除了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吃。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些活到80岁、90岁的人，他们每天吃饭时有哪些吃法上的小习惯，让身体越来越稳，心也越来越静。朋友们，怎么吃比吃什么更重要。吃得健康，不只是把好东西吃进去，还包括吃得慢、吃得专心、吃得知足。这一点，在许多长寿老人的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共同的影子。无论是意大利山区的一位100岁老奶奶，还是中国农村90多岁的老伯伯，他们吃饭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急、不多、不浪费。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长寿老人们的吃饭智慧，并不是高级营养学讲座，而是几十年、几十口饭中琢磨出来的简单真理。第一，慢慢吃，是给身体最好的温柔。很多人吃饭像打仗，几分钟扒完一碗饭，嘴巴在动，脑子还在想着手机、电视、烦心事。但长寿老人不是这样，他们吃得慢，一口一口嚼得很细，常常吃一顿饭20分钟以上，有时候甚至一句话都不讲，就安静地咀嚼、吞咽，专注地吃饭。日本的冲绳老人说，一口饭嚼30次，这不仅是养胃，更是对食物的尊重。慢吃有什么好处？可以让消化系统更轻松，减少胀气、反胃、胃酸问题，也能让大脑及时接收到吃饱了的信号，防止过量。而且吃得慢，情绪也会变得稳定，不急不躁，就不伤身。第二，吃到7分饱，是最聪明的饮食节制。在蓝色长寿区的人群中，有一句被反复提到的习惯叫7分饱。他们不追求吃得撑，而是吃到身体有点饱，又不完全饱的时候，就主动停快，吃得刚刚好，不勉强。这反而减少了胰岛素的负担，避免血糖快速上升，让身体始终维持一个轻盈稳定的状态。在中国的巴马，有些老人从年轻时就懂得饭吃7分，身体少病3分。我们很多人年纪一大，就怕营养不够，拼命补，拼命吃，结果吃出高血压，吃出脂肪肝，吃出血糖不稳。其实有节制的吃，才是真正长久的养生。第三，带着感恩吃饭，食物就有了温度。这听起来好像有些文艺，但其实也是长寿老人身上的一个共同特质。他们吃饭时常常会说，感谢农人，感谢天气好，感谢还能吃得动。这种带着感恩的心情吃饭，不但让人心境平和，也让进食变成一种内心的修行。尤其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如果不是狼吞虎咽地塞进肚子，而是安静地坐下来，看着食物，闻着味道，咀嚼、
吞咽，用心地享受这顿饭，那就是一种正念。在医学上，这种专注、缓慢、心平气和的吃饭方式被称为正念饮食 （mindful eating）， 可以帮助改善情绪性进食，缓解慢性压力，甚至降低胆固醇与体重波动。看到这里，您可能会发现一个规律：长寿的秘密从来不是吃得多、吃得贵，而是吃得专注、节制、有节奏。那除了吃什么、怎么吃，还有一个关键是怎么看待老去。有人怕老、怕衰、怕病，但也有人越老越自在，把年纪当作一种智慧，一份礼物。接下来最后一段，我们一起聊聊这些活到90岁、100岁的老人，他们对变老这件事是怎么看的？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朋友，优雅老去是一种心态。当我们谈论长寿，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活得久，但其实真正的长寿不只是活得久，而是活得好，活得自在。有人说，活到80岁不是本事，80岁还能笑着面对生活才叫智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老人年纪越大，反而越淡定、越慈祥、越从容？他们并不比别人更富有，甚至常常一身病痛，腿脚不便，但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安静的光，就像历经风雨后的一盏灯，温暖、稳定、不慌张。这种优雅老去的气质，靠的不是保养品，不是金钱，而是一种看待人生的心态。我们接受老去是另一种成长。很多人1到60、70就开始焦虑、害怕、拒绝衰老，怕身体变差，怕跟不上时代，怕成为负担。但长寿老人告诉我们，变老是自然的事情。头发白了，牙齿松了，脚慢了，不是退步，而是节奏慢下来，好好生活。他们不强求年轻，不与时间对抗，而是欣然接受，把年龄当作一种沉淀，一种磨练，不再为小事烦恼，也不再被情绪牵着走。我们认识一位93岁的林爷爷，每天早上依旧泡一杯茶，晒晒太阳。他说，我不是不老，我只是老得不慌张。我们可以保持日常的小目标，让心不老。长寿的老人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每天都有点小事情做，不论是种菜、喂鸟、写字、走路、打太极，哪怕只是扫扫地、擦擦茶杯，他们都在用一种朴素的方式跟生活维持联系。他们不追求刺激，不需要热闹，而是珍惜日常，活在节奏里。这种生活有安定的韵律，也给了内心稳定的力量。有研究显示，一个人若能持续有目的感，即便年纪再大，心脑功能也能更长久保持清醒、活跃。所以别小看那些看似重复又无聊的小事，它们其实是心灵的锻炼，意志的拉筋。我们要把简朴当福气，把孤独当自在。现代社会讲究热闹，讲究连接，但真正的长寿智慧往往藏在简里。许多长寿老人并不爱社交，他们安于独处，习惯简吃简穿，却从不觉得自己被忽略，因为他们把简单的日子过得有味道，把寂寞的时光活成安宁。广西巴马一位100岁奶奶说，一个人坐着看风吹，看叶落，也挺好。他们的内心不喧哗，不焦虑，不争输赢，不赶时间。这种慢
就是身体和灵魂都慢慢被滋养的过程。所以朋友们，活得久不是目标，活得明白，活得自在，才是长寿的真正意义。优雅老去是一种从容，智慧老去是一种平静。人生走到后半场，真正值钱的不再是物质，而是内心的安定，关系的和睦，日子的节奏。接下来我们一起做个温暖的小总结，回顾今天提到的饮食智慧、生活习惯和心态调整，也聊聊我们每个人该怎么在自己的生活中一步一步迈向那个健康又从容的老年。亲爱的朋友，长寿不是偶然，是每天一点一滴的选择。走到今天的最后，我们想跟您一起温柔地回顾一下那些活过80岁、90岁，甚至100岁的老人，他们的长寿秘诀不是藏在高科技、昂贵药品里，而是藏在每天的饭桌上，每一口慢慢咀嚼的饭，每一个规律安稳的生活节奏里。还记得我们刚开始说的吗？健康长寿其实靠的是3样东西。第一是吃对食物，像豆类、橄榄油、发酵食品，这些来自自然、朴素不贵的东西，才是真正养生的好朋友。第二是吃饭的方式，吃得慢，吃得少，吃得心安，才不会让好东西变成负担。第三是一颗平和不急的心，不怕老，不急着跟谁比较，懂得知足，懂得慢慢活，才是真正优雅的老去。我们也知道，这年头生活节奏快，资讯又多，什么都讲究快，立刻马上见效。但长寿这件事从来不是快功夫，它更像是一杯热水慢慢泡开的茶香，像是日落前一口口咬下的温热饭团，像是心里头那句我这样过日子其实也挺好。如果您也是60岁、70岁，甚至更年长的朋友，请相信，只要从现在开始，哪怕是一顿饭、一杯水、一个呼吸，用心去感受，用心去过，生活就会慢慢变得更温和、更健康、更从容。感谢您陪我们一起听完这期分享。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您最喜欢的一道长寿食物是什么？您有没有正在坚持的养生习惯？您对老去这件事有怎样的想法？您的留言也许会鼓励到其他和您一样在努力活得健康的朋友们。也别忘了点击订阅我们银灵智慧频道，每天一个温柔的健康提醒，陪你一起吃得好，睡得香，走得稳，笑得久。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